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4号早上8点多，我又在我家楼顶跟大家说说话。今天是按照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说说我们中国广西的叫新农合，也就是中国农村的新型农业合作的意思，我估计是这个意思啊。我们都叫新农合，其实就是农民医保。我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国家、我们大陆城市的人以及海外的华人可能不懂得我们大陆这农民到底医保是怎么回事。我就按我今天的经历呢跟大家说说，主要是我父母啊，我母亲现在是属于慢性病人。原来没有办爱心病卡的时候，每个月我母亲每个月的医疗费自费的大概是400多一点，而现在办了慢性病卡之后呢，只相当于原来的1/3，也就是150块钱左右。我是前天自己去拿的药，所以我特别知道。是这样啊，我母亲因为瘫痪在床了，她原来是脑梗，就是脑部呢相当于脑中风，然后呢就留下了后遗症，没办法，现在变成了半瘫痪。她有一边手和脚能够动，另外一边呢一点不能动，所以其实呢就相当于虽然是半瘫痪，但是相当于瘫痪在床。她平时呢现在可以自己左右还可以翻身，所以现在没有长那个褥疮，希望以后不会啊，希望啊。好了，那个吃了几个月的药之后呢，有一次医生的好心的告诉我，是我们当地县医院的医生，他说像你母亲这病呢，其实可以办一个慢性病卡。然后我们就问他是怎么办的，他就告诉我，一般是半年之后，就是他出院半年之后，就如果是病情没有好转，那就可以办慢性病卡，因为吃的药都差不多。后来呢，今年8月份的时候就到了那个日期吧，我们把材料交上去之后，很快就办下来了。也就是8月份那个时候一办下来，我们就去拿药，一拿药，那效果非常明显，立即呢就减掉了2/3的药费。现在我们只要付150块钱，这150块钱它有3种药，我觉得这药是比较贵的，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药，反正听说是比较贵。所以从400多块钱减到100多块钱，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那种减轻的负担了啊，减负。因为我很久没有自己去县医院了，原来都是我家的其他，比如说我侄子啊、侄女他们去拿药。这次呢，因为他们没有空，所以我自己去拿，而且我本身我想看看我们县医院到底他们的服务怎么样，所以我就亲自去了。我开着电瓶车去的，然后呢停在医院外面。现在啊，医院还有我们国家的公共机关都要求戴口罩，要扫码，这个在哪里？中国大陆我想在哪里都一样，什么行程码呀、健康码这种都要扫。其实呢，你安装那个 APP 之后非常简单，你就是把那个 APP 拿出来，然后扫一扫，没有问题就进去了，就是几秒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没有特别的给大家的生活造成不便，我不认为。而且我觉得反而呢给大家有一种非常高的安全感。反正我回家我没有觉得有什么新冠疫情啊，没有什么觉得那个危险的地方。反而在昨天那个视频我就说了，其实我在德国我出门的话，我感觉特别不安全，老是怕被感染，所以我出去的时候在德国我总是戴那个等级很高那种N95口罩，而在中国我就戴一个普通那种医药口罩就可以了。因为没有疫情啊，在我们县一例都没有，所以根本就没必要担心。好，我们回到那个新农合，进医院大门左边那个地方就有自助挂号的啊。说到挂号，那个自助挂号其实呢自己可以操作，还有2位工作人员、2位护士在那里指导那些不太会操作那个触摸屏的那种机器的人。毕竟有些老年人还有中年人可能对这种现代科技不是那么熟悉，所以有2位人员在那里真的指导那些人怎么做，怎么挂号呀，怎么去约哪位医生啊。但是我家侄子啊，他们都是侄女，他们都是现在年轻人都是这样，网上挂号，用手机挂号。比如说我前天我是希望呢挂号9点的，然后我侄子马上就帮我挂号了，因为我没有下载那个 APP， 我懒得下载了，因为一般来说都是他们去拿药。帮我挂号之后呢，我就是提前5分钟我到那里，然后那个名字，我妈的那个相当于病人的名字就出现在那个显示屏上，是哪个医生，几点钟，你的挂号是哪一号，名字是谁，到时你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那个医疗系统非常的高效。这是我们县医院啊，就是中国可以说最小的医院之一了，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种高科技，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就是说现在呢，其实很多都是说来说去，又是一个手机可以搞定任何的东西。昨天那个视频我忘记说了，现在出行很方便，用手机呢可以自己呢开锁那种共享的单车，还有共享的电动助力车、共享汽车，都是用手机去预约、去开锁、去关。借头盔也是用手机一按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任何事情呢，在我们中国大陆都非常非常方便。好，我们回到新农河这里啊。进大门之后，就看见左边有那个自助的挂号，那个门诊的那个机器，有2位护士在那里指导。然后呢，我就进大门去门诊部，因为我不是住院，我就去帮我妈妈去拿药。然后呢，进去之后，我按照预约的那个时间去那里。我上到2楼，进门其实就发现它的地上，它有非常显眼的那个相当于路标一样吧，你一看就知道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呢，走廊有很多那个指示牌，反正呢，只是认得字的人呢，就很容易找到，不会出现什么不懂的方向的地方。所以我就直接上2楼，然后就在等着了。我看见了那个显示我母亲的名字是在哪个医生那里，什么时候大概轮到我就在那里了。一切我觉得真的有条不紊啊，这就是咱们国家医院。虽然呢，我们国家这个医疗系统呢跟德国不太一样，德国是分流制，我们国家是集中制，就是说我们国家比如说我们县城就是几座，应该是4座大的医院吧，有县医院，有中医院。3座，还有那个康华医院是一个民营的，另外一个呢是妇幼保健院，一共是4家医院。我们县城病人一般都是涌去这4家医院，而德国呢是分流的，就是你有病的话，你就先去你的那个私人诊所那里去看你的那位医生，他治不好你的病，然后再给你，比如说到那个专科医院，专科医生，或者你要手术的话，给你开张转院单，然后呢你直接凭这张转院单到医院去做手术，平时就是在那个诊所就解决了，跟咱们国家完全不一样的系统。但是我觉得啊，像我们这种小地方，我觉得反而比较好。目前我认为呢，没有医疗挤兑的现象，而且我觉得非常高效，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啊。好了，我凭着这个挂号的那个，我侄子发了那个一个截图给我，就我给医生看，其实他不用看，我就告诉我妈是什么名字，因为他一找在他那电脑里面一找到，然后就我说我是来拿药的，他就知道开什么药，因为那个药那个历史啊都在他那个电脑里面，所以非常的快，大概1分钟。我说像我妈这个情况呢，因为没有恶化也没有好转，是不是不需要换其他药？他说不需要，就这样的药就可以了。因为前2、3个月嘛，我们又带了我妈去检查一次，各项指标都还正常，也没有什么特别恶化的现象，所以医生呢继续用同样的药。医生在他的电脑操作大概10秒钟之后说可以了，我说怎么办？他说你到楼下去交费，然后呢去拿药就可以了。然后呢我就到楼下用我妈的那个就医卡，然后呢我给那个收费的地方出示这个慢性病卡，它就自动扣费。最后呢我就交了大概150块钱，交了大概是3秒钟到10秒钟之后，那个药房扩音器吧，对吧，叫扬声器，就说某某某某人请来拿药，然后我就走到旁边，那个药已经放在篮子里面，我拿起我就可以走了。所以我觉得整套系统可以说有条不紊啊。另外我还发现一个细节，就是县医院有很大的看板，就是鼓励大家去办慢性病卡。从这个细节我就觉得啊，医院或者说政府啊，是实实在在为这个老百姓办事情。因为这个慢性病卡刚才我说了，可以节约很多医药费，对吧？就说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只相当于原来1/3的药费啊，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啊
这个老共他这个政府他没有大声宣传我做了多少，或者我将要做什么什么，而是他实实在在在这里做事情。刚才说了，医院这个慢性病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这里到处路修得很好，那个果园里面还有农田中间也修了很好的那个水泥路。共产党没有做很多的宣传，不像那个选举制的国家或者地区，没有像台湾那样开始就开很多空头的支票，然后选上之后很多的跳票实现不了，而老共就实实在在在做。所以有的海外的人或是台湾某些政府就希望呢中国大陆乱起来，只要老百姓满意，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不会乱啊，对吧？我觉得还是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你台湾政府你做好自己的事情，大陆政府做好自己的事情，大家公平竞争，对吧？最后的结果到底是什么？老天有眼，到底谁或是到底哪个制度最好或是更好，到时便知道了吧，让时间来告诉一切。这就是我今天通过我自己帮我父母帮我母亲拿这个慢性病药，我想说说我们中国这个医保对农民来说确实真的有很大好处。昨天我侄子告诉我，他说今年农民这医保的保费又涨了，现在涨到300多了，具体300多少不知道，应该是350吧。他说啊，原来开始10多年前的时候就是10块钱，现在涨到300多块钱。他说很多老百姓不满意，觉得太贵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啊，你们这里1年是300多块钱，而我在德国我1个月是6000多块钱啊，1年7万多块钱。他说不能那么比啊，我说怎么不能啊？我1年7万多块钱，你这里300多1年，也就是说我1年的医保现在相当于我们中国大陆农村人200多倍。说了出去，我的收入没有相当于我们这里农村的200多倍，对不对啊？但是没办法，就是我觉得有些农民他是这个意识还是比较落后。如果我是农民，当然我不是，我觉得说起来可能比较容易啊，做起来就比较难。如果我是农民，我就觉得300多块钱就是你去打工就是2、3天的那个收入啊，对吧？参加医保，然后呢你住院啊什么，一般来说不用付很多的钱，即使有大病，在大陆呢还可以买一个私人的大病医保。有了这个大病医保之后，你生什么病也不怕了，就是不怕生病了，不会生一次病呢一夜回到解放前这种情况。说来说去啊，在中国政府没有强迫你参加医保，但是建议你300多块钱，其实呢非常非常实惠了。我就不知道不理解为什么有些农民去还是觉得太贵太贵太贵。唉，没办法呀。你要想到某个灯塔国，你看人家号称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那个国家呢依然有上千万几千万的人没有任何医保，不敢去看病。而中国我们农民1年300多块钱，有的人还嫌贵了，300多块钱就相当于50美元，就觉得贵了。1年啊，1个月3美元，对，1个月3美元。如果1个月3美元都觉得贵，那我也没办法了。希望呢，我这个视频给我们中国大陆城市的人，还有海外的华人朋友们呢，了解一下我们中国大陆对农民的医保是怎么回事。朋友们，我想另外补充一点啊，就是说，按照字面的收入啊，我们中国大陆在世界上可能是排60到70位左右。可是有一点呢，我还是觉得我们中国大陆农民啊，宅基地，还有中国大陆每个农民都有田地。这个呢没有算进所谓的收入里面去，而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在我们附近的农村，每一家农民都有自己的房子，这些大家看到的都是农民这20、30年盖起来的楼房，大部分是2到3层的，也有1层的，稍微比如说这家，因为他不会打算，所以他相当于我们村的贫困户，而其他的我们看到都是2、3层的楼房，而且是一家一户啊，像这样一栋楼是属于一家人的，不是几家人的啊。还有我们邻居这也是一家人，后面当然也是，还有后面我把它拉近一点啊，大家看得清楚一点。这是邻村的，也是一家一户一栋，像这种房子
一栋3层啊，好多个房间，你看对吧？还有这个村子，就是我们中国叫沼气第一村，叫黄岭村。大家如果不信的话，大家去网上搜一搜黄岭村，你看，也是都是楼房。农民的楼房啊，自己没有物业费，什么费用都没有，就是交电费，而且水很多都是自己有自己的井，自己抽上来，然后就可以了，没有水费。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吗？这不是隐形的收入吗？对吧？所以我说了，在其他视频当中，其实呀，中国人农民可能他账面的收入不高，其实他的生活水平啊，真的要比同等所谓的发展中国家肯定要高得多。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可能他们那个农民占大多数，可是呢，他们没田没地，要从别人那里租过来，或者是呢根本就没有田地，下顿饭在哪里都不知道。而我们这里的农民，如果自己不种田啊，虽然自己有田不种了，但是如果是自己出去打工，打一天的工可以买30到40甚至50斤米，那1个月的口粮就有保障了。所以我刚才说了，就是其实中国大陆农民他们的生活水平要比实际的要高一些，我认为。光是这房子，就让很多国家的人就非常的羡慕。好不好看是另外一回事情啊，但是这都是楼房，不怕风吹日晒，对不对？我来说说这空调，这种分体式的空调、窗式空调和分体式的空调有区别。我在美国呀，甚至在台湾都看见很多人还用窗式那种老式的窗式的空调，那种噪音非常大，而且那个效应不是特别好。而这种分体式的空调在大陆是标配，不是特别贵。比如说你不想买特别好的牌子，200美元就可以买，在网上可以买，然后他负责安装了。我们看另外一个方向，你看这里是不是也有空调呢？我当时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看到那么多人用那种，特别是在纽约这种大城市，还用那种老式的窗式空调，让我大跌眼镜。好了，这就是我刚才要说的，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中国的农民啊，就每个人每家都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楼房，这一点呢，在很多国家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非洲，或者是去过南美洲。如果你看见他们所谓的住房之后，你才感叹中国的楼房啊，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坚固、太先进了。非洲人啊，还有南美洲稍微好一点，非洲人他们住的房子就是草棚，他们农村哪能像我们这里一样啊，对吧？对他们来说，连梦都梦不到这样的房子。OK， 那好吧，那今天就再补充这一点。刚才说的是中国的新农合，在这里就补充一点，我们中国农村的像这种住房啊，也应该纳入这个生活或者收入的一部分，我应该觉得纳入。但是呢，实际上统计数字呢没有考虑到住房这一块进去。好了，那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